灰金沟的旅程，大家好，我是钟汉哦。那么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到了阿美利亚的故事，那很多人叫她阿美啊，很像邻居的这个称呼。这样的一个阿美呢，曾经是一个打架闹事、酗酒，然后怨天尤人的人。那这样的一个灿烂笑容，其实很难想象她以前是这样的人。后来在过程当中，她不断的试着要改变自己，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哦。一直到了又有一次。他听到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以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家财万贯，但是呢，却因为非常的傲慢、目中无人，染上许多的恶习，最后家财都散尽了。他又听到了一个观念，原来人有5种毒，什么毒？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就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故事当中。他掉下了眼泪，因为他发现一件事，他觉得他5种毒都有啊，而且中毒已深。想到了自己过去曾经与人一言不合，非常生气，后来偷偷去把人家的房子给烧了，又吵架用刀子伤害了人，这样的一个阿美，听起来是非常的叛逆的，但是呢，现在的阿美却很想要去做一点什么。她想要改变，她想要忏悔，她想要道歉，但是她找了这2个人，这2个人都不愿意原谅她。最后这2个人告诉她说：除非你向警察自首，除非你当着全村的人跟我道歉，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在这样一个草根的地方，阿美邀请了警察，邀请了全村的人来致歉，忏悔自己的过去。真实的说明我做了什么事情，在这么一个乡土的地方，很朴实，大家听了之后会怎么样？大家反而觉得说啊，你就这么诚意了，我满不在被攻下哈。后来原谅你了。警察也说，只要你改过自新，不逮捕你。就这样子，阿美得到了一次重生的机会。其实人的生命就很有趣，都是在这么样的过程当中，他也想要去分享，他也想要去回馈，他想在村庄里面给一点什么。他选择什么？他选择给水。水有什么好困难的？水不就给人家一杯水吗？其实水资源一点都不容易。全世界有超过1/3的人都没有水资源的基础建设。全世界最缺水的10个国家，其中之一就是莫桑比克。在非洲最真实的都是这样子，池塘取水已经很方便了，甚至于透过水管，要这样吸取水源，然后才能够取得水源。更糟的，甚至于是这样一个肮脏的泥泞，这就是我们的水资源。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阿美要怎么取得水呢？她要走一段将近半个小时的路，顶着水桶，找到了池塘，一瓢一瓢的将它舀到了自己的水桶之后，带回家里。这样的水桶，这样的脏水，是不是马上就能够用呢？不是，千里迢迢放回来了之后，还要静置一段时间，才能够成为能够使用的水。这么困难取得的水，如果是你愿意跟大家分享，而阿美就这样开始与人分享，分享出这样的一点一滴的得来不易的水资源。我常常在想说，如果我是阿美，我做得到吗？我能不能够这样子把水分享出去给大家？我觉得好像很困难，因为光是走路这样子1个小时，我不要。可是看到阿美这样的一个可爱的笑容，她发现自己的过去的不足，她想要改变自己，她提起勇气向人忏悔，调整自己之后，她是从改变自己，帮助别人，启发更多人的爱心。如果这样一个微小的亮光放到全世界都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？这样的一个萤火虫，从1只到全部的人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光芒？后来这只萤火虫阿梅，她怎么帮助村庄？她的志工的旅程又怎么继续走下去呢？灰金沟的旅程，我是钟汉，下次再跟你分享。那他真的就很诚意的告诉大家，过去他不懂，他诚心的跟这一位男性道歉、忏悔。可是，在我们当地的文化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因为当地呢，大家不太愿意承认我做错了什么，更不可能在这么多人的面前，
就是觉得他把上人的法带进他生活中，别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他的改变，他才有办法去带动这么多的志工一起投入，然后来照顾他们村庄。请留这个一种眼底强者，烈火昂首。